好大的石像，竟然真的被他们打起来了！二圣算到此方有难，特遣我等前来降妖除魔。原来都是一伙的，这毒药就是西方教豢养的大药。我们战得还深，你是最强、最灵的。以后还是得贯彻在小冲锋老死不外出的方针。长寿，灵娥，为师好像见到师姐了。师父果然是被雷锋线乱了道心，生出心魔。你们怎么进来了？朕呢？我师姐很不烦这件事，你也报了吧？这是弟子设计的，但弟子就是用来防贼而已。防贼？小冲锋群里叮当响，哪来的贼？朕就要治贼不贼牢！师父，隔绝大阵已开，不会有人打扰您给婉师伯写信。师兄，师兄，你真要去给师父送信啊？万一……最坏的可能就是婉师伯已经遇害，这封信是有人要引师父外出除掉的。啊，师兄，你是不是已经有怀疑对象了？不错。此人就是毁掉师父道基的那个情敌，如今就在新南峰。一个武力仅次于九字九仙所在的破天峰，但财力第一的封号，门内不会因为小泉风穷便任由他封欺负吧？事发时并无旁人，门内无法判定事情经过，只能略作惩处。我本以为这段恩怨已随婉师伯的离开就此了断。可没想到，如今师父修成浊仙，更有望突破真仙境，对此人便是一种威胁。如果信的是真的是有人在背后算计，那么他的嫌疑最大。师兄，这人是仙灵峰峰主的弟子快思。原来是他，他不是已经修到真仙境巅峰了吗？师父却因为他苦修900年才成浊仙，还险些惨死在天劫下。我会盯紧此人，一旦发现此事与他有关，那么我会连同当年的恩怨一并清算。此外，赴约途中也有风险，还需增加底牌。师兄，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此物名为侧感石，涂上寒色花的枝叶，遇到神石就会变色，可监察是否被窥探，以及窥探者的修为。这事儿小纸人不也能干吗？给你增加点参与感。这丹炉里炼的什么药？天仙版软仙散。为蒯司这个真仙准备这么高品质的药，有点浪费啊。真仙境距天仙境虽远，但万一人家是个隐藏大佬。再者，仙灵峰善炼器，若蒯司有厉害法宝，一刀下去999。稳妥考虑，还是按天仙境应对，有备无患。这段时间你就和师父闭关不出。温师兄实在太稳健了。可对方若见赴约的是你，改变计划呢？所以，我绝对不能露出破绽。怎么刚好碰上从东海大会回来的人？假装没看到。既然你
九九师妹，你们这么快就从龙宫回来了？别提了，龙宫那位二太子敖乙不知道又发什么疯，所以结束的仓促。不过我师父说，这次长寿对战敖乙有大功劳，我就趁机要了些法术典籍给小琼峰。师兄，你不用太感动啊，回头吩咐长寿陪我喝酒，喝到我满意就行了。这闪避动作这么丝滑，小寿寿是身体有病碰不得，你这老头还守身如玉了。多谢九九师妹关心，但长寿实力低微，目前还用不到太高级的修炼典籍。都已经在龙宫大出风头了，要是再少些东西，我不就成门内最亮眼的仔了吗？就算不为长寿，齐安师兄刚升谪仙，也很需要典籍巩固修为吧？九九师妹的好意，师兄心领了。贫道正准备去南州历练，稳扎稳打，提升修为。啊，这风格改变的这么突然。齐安师兄900年来不是一向闭关修行吗？齐元师叔，此次长寿师兄舍命护我渡仙门颜面，玄雅钦佩不已。不知他伤势如何？目前已无大碍，劳玄雅师侄记挂。倒是你这一身伤，玄雅在擂台上把龙宫弟子揍了个遍，给长寿报了仇。报仇？有时你也太冲动了，总要低调啊！龙宫不会把这笔账算我头上吧？玄雅师侄如此顾念同门之意，贫道很是欣慰。是谁在生气啊？齐元师兄这是不开心啊？怎么脸这么狰狞？长寿师兄高风亮节，至仁至善，乃我辈之楷模。能与他相交，是玄雅之幸。别夸了，让我走吧。九九师妹，你们一路奔波，还是先回山安顿，咱们就此别过。侧感是有反应，我被神识锁定了。竟然有人愿意花那么多灵石买这个谪仙的秘术，倒还真是一笔划算的生意。待他抵达南州灵东城，我们便立即下手。神识锁定解除，这就现身了，我还什么都没做呢。妹妹们，先杀了那个谪仙。为了救师傅，我容易吗？好吵！发生什么事了？一朝成仙还是如此能干，越是如此，我越是由不得你。不打，千万不能打！